2075年5月的一天，奶奶照惯例来到镜子前，这台纳米机器人每日监测并优化着她的免疫系统。旁边的回忆墙播放着她和小孙女的欢乐片段。昨晚刚给这孩子过了生日，她很高兴，为大家跳了好几支舞。房间外，机器人管家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一家人。对奶奶来说，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她的自然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是时候做出选择，是将意识上传，还是安然告别。在未来，这是平凡的一天，而50年前的这天，对阿毛和我来说却很不一样。次は夢島です。未来总是光怪陆离，又岁月静好。以后的人也许不知道，现在的人为了看看未来啥样，有多拼。人真是太多了，第一批人都那么多。我们是8点50分进来的，然后大概排了差不多半小时的队吧，终于进来了。先走了啊，拜拜拜拜，去吧。我们的动线是西进东出，因为在1周前的抽选中，我们幸运地抽中了当天 Persona Natureverse 第一批的入场资格。这也是所有民间展馆中除高达馆外人气最高的一个场馆。阿童木馆的主题是感恩生命，展厅入口是一棵生命之树，从寒武纪大爆发延伸至芯片，乃至人工智能构建的未来生命形态，象征着生命的进化。身体区以阿童木为叙事主线，在未来为阻止因 AI 故障而撞向地球的太空殖民战，阿童木奋力出击，但身受重伤。随后他被穿越而来的黑杰克医生救下，并植入了人造心脏。这也是该展馆的核心亮点，源自 iPS 细胞技术的心肌片段，一片会自主跳动的生命有机体。身体区另一边呈现的是未来的医疗科技，通过空中移动医疗舱，不受地域、时间、环境约束，即可实现远程医疗服务，能实现最佳睡眠状态的睡眠舱。赶时间，不然高低躺下试试。摸了下，像一个 BMI 大于40的肚子。心灵连接区通过沉浸式剧目来展现未来图景。这个可移动的屏幕矩阵视效很有冲击力，值得驻足。阿童木馆是由日本政府和 Persona 株式会社联合打造的。像这样的民间展馆在本届大阪世博会共有17个。阿猫和我在提前7天的抽选中，一个抽到了阿童木馆，一个抽到了女性馆，2个都是民间展馆。我最喜欢的女性馆终于来了。馆内的女性工作人员都很雅萨西。戴上耳机了，然后里面开始说一些东西。Cherry 之后的语音导览会以 Hi Cherry 开头，就好像将自己也融入了这场叙事中。第一个展厅聆听，来自3个国家不同年龄的3位女性的故事。从中选择一位，深入了解她的经历。阿毛选择的这位主角是来自墨西哥的气候行动者西耶·巴斯蒂塔。他生于墨西哥中部的小镇，儿时经历过干旱和洪灾，这使他开始关注气候问题，并踏上了环保这条路。导览器一直都有中文注释，完全不用担心看不懂。第二展厅冥想，这个设计真的很妙，因为可以坐下来。展厅3现状，数据背后是现实世界中真实的女性处境。
展厅4，你的手。这里集结了全球14位女性领导者的信息，她们向全世界女性发出呼吁，一起推动一个更平等、更美好的女性世界。女性馆用很多巧思让你走进去，感受到，参与其中。但或许真正值得期待的是，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女性馆。民间展馆均匀散落在东西门两侧，人气最高的高达馆是纯预约制，如果没能提前抽中，那么也可以期待下现场捡漏。你看这 APP 就是时刻卡顿，时刻失灵。期望不要太高，他们预约系统真的很拉。Signature Pavilions 主题展馆可以说是这届大阪世博会的声光电集大成者。他们不同于民间展馆那种科技秀，也不是国家馆肩负文化输出己任。这8大主题馆分别由来自科学、艺术、建筑、哲学、医学、教育领域的8位顶尖人士主导，围绕生命光辉的核心主题，向观众展示他们脑内的未来生活。直接走到了 Future of Life， 这里是可以拿整理券的，所以先过来把整理券拿了。这个导览器全程黑屏，不过好在有声儿。未来生命馆探讨的是在未来人类通过技术实现了自我定制，以及与机器人的共生世界。1楼展示了日本历代人形塑像的演化过程，从史前陶俑到现代仿生机器人。2楼主展区由机器人大和开启50年后对未来生活的想象。穿过时光列车是一个未来生活样板区，祖孙俩的互动通过投影呈现在眼前，伴随着的是一件件来自未来的科技产品。展方通过一段短片呈现了记忆永存这一设定。当 AI 可以复制意识，人类是否应该选择智能化自己，继续陪伴亲人？这不仅涉及情感伦理，也是 AI 发展绕不开的敏感话题。再往前，一个描绘人类与机器人共处的空间，看得出来，机器人在未来并非服务人类的工具，而是成为了人类的朋友，甚至是他们自然生命的延续。最后一个展厅展现的是1000年以后的人类状态，彼时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差别已经消失。他们的名字叫 Momo 桃子，象征着永生、子孙繁荣。讲真，如果长这样，我还是希望保留着自己的血肉之躯。未来生命馆的幕后主创是日本著名机器人学者石黑浩。作为大阪大学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人类的未来形态与人与机器人共存。他最出圈的作品是一个和他自己一模一样的分身机器人，以及 Erica 被誉为世上最美的机器人。这挺像日本人会干的事儿。其他7个主题馆都有不俗的感官体验，下次再去我会优先冲主题馆。在所有展馆中，怒2次方馆拥有最炸裂的视觉冲击力。之所以曝光不如未来生命馆，大概是因为难抢吧。整理券已经结束了。主题馆集中在世博园中央，与国家馆一起被巨大的大屋根所环绕。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建造，
它其实是用很多块木板把它夹在一起，贴了皮，然后做成一个这么大的柱子，没有使用钉子，还有什么粘合剂啊这方式，这种传统的方式有意思。总觉得在大雾根底下好凉快。人家都说了嘛，这个是冬冷夏凉。现在我觉得可能体现不出来它的好。如果7、8月份来的人，真的这里是好地方。进到大乌根区域后，我们冲的第一个就是中国馆。世博会中国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航天员宋令东。此刻，他正在我的眼前，他比我想象中更加美丽。大家好，我是中国馆的运动员陈展乐。哦，我进来以后好感动啊！可以有动态，我在中国馆。可以有动态。啊，有点感动，说实话。顺着竹简上缓缓淌下的文字指引，最先看到的是一块24节气日龟屏。三星堆青铜神树占据着展厅的 C 位，树干、神鸟、铜龙，这尊3000年前的神树，象征着古人对风调雨顺、日月永恒的祈愿。周边还展陈着颜真卿拓文、司母戊鼎、三星堆面具等国宝级文物。当然，这等量级的珍品是不可能轻易出国的。连接2楼的走廊墙壁上展示着中日建交后的几个重要历史画面。松下好像是第一个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穿过连廊，可以坐下歇会儿了。这里放映的是中国馆主题片《中国人的12时辰》。3楼聚焦大国科技，嫦娥5号带回来的这一小撮来自月亮的土，是中国第一次从月球挖土成功。转过身就是我们的蛟龙号，它能带人下潜到7000多米的深海，一个99%的海洋生物都不曾到过的深度。他去过马里亚纳海沟，看过海底热泉、黑烟囱。蛟龙号是中国深海探索的开端，自它后，我们有了真正向海图强的底气。刚刚有一个阿姨说她特想带一个这个大熊猫回去，阿姨想邮寄，工作人员说你如果邮寄都可以买一个大熊猫的，没必要。我在中国馆进来了以后10分钟，每个人可以再抢一个馆，我来看一下能不能搜到日本馆。啊，还有，啊，太好了，好，可以。我一直以为这是日本馆，但其实它旁边那个才是。日本馆的主题是在生命与生命之间，展馆采用环形廊道的设计，从参观者的角度更像走入了一个迷宫。它有3个入口，分别对应工厂区、农场区、植物区。在这里，主办方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万物循环的故事。在农场区，从废弃物中回收的2氧化碳，通过管道输送给培养池中的微小藻类。在未来，藻类有着超乎预期的惊人潜力，它不仅威力强大，还种类繁多。穿过这片藻类丛林，就来到了工厂区。在这里，藻类完成了它们的最终形态，机械臂正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造凳子，这也是馆内所用物件。它的材料是海藻与生物塑料混合而成的。工厂区的另一端展现的是日本记忆下那些柔软可循环的物品们。传统的木钉遇到木节后会弯曲，从而保护钉子和木头。另一个例子是东京晴空塔，它的中心是一个柱子，在地震时有助于缓冲震动并减少整体摇晃。包括日本馆本身，从建筑到小物，全都是可复用材料。
日本人可真能整啊！这不就是我家浴室的硅藻泥板吗？到你们这儿就成艺术品了。植物区，生活中的废弃物通过发酵罐燃烧发酵，分解成其他能源。园中正在进行真实的食物垃圾分解。这些喷射暴力熊所需的电力，正是来自分解后产生的沼气。这边陈列的是各种日本味道中的曲霉形态。植物区之后是一面水池，这和刚才的藻泥板滴水一样，再给一记侘寂风，强调下是日本馆对吧？从微生物到藻类，作为主办国展馆，日本的切入点似乎有点小，是不是他们也觉得太见微知著了？最后一环想上个大的。陨石切片被塑封在亚克力板材里，好像摸了，又好像没摸。每天1点半和6点半，美国馆有中文讲解，会中文的可以优先入场。欢迎来到美国馆。每一个时段放120个，就是中文导览，它也只放120个，所以你要排队。然后他进来的时候，你有看到那个你在咔咔咔就在计数。连接展区讲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美国学习、工作、文化交流的故事。这个定调应该算非常官方了。后面的内容请自动调低期待值。黑龙江，你从哪里来？上海西安福建，你从哪里来？就这样问了1分钟，他大概在等这批人到齐再开始演讲。我不想等了，就先到下一个区了。因为中文导览动线和时间是固定的，所以脱团的代价是会失去后续所有的中文部分。我现在跟的团是日文导览团。这部分主题是美国人民大 Party， 世界人民大 Party。我们美国人爱运动。太空探索是美国体现国力的老熟人题材了，话题谈不上新颖，呈现方式嘛，还算过得去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Thank you。はい、次のお客様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Thank you for coming。ありがとう。我们带了月壤，美国人带了月岩，日本拿出了火星陨石，巧不巧，大家都带石头来了。吉祥物 Spark 很灵动，跟世博会麦麦比起来，属于第一眼可爱。他们那首歌太洗脑了，把它翻译成3个语言。我进去以后，我就一直被这首歌洗脑。所有人的情绪超级高涨，非常非常的热情。还有嘛，就是他们餐厅的葡萄酒品质不错。
很多国家馆都设有餐饮区，有些要排队。这里是排德国馆的餐馆的，也有不要排队的，但一样要等。他要等1个小时。有出餐超快的世博联名餐车，就是味道有点粗糙。没有给我番茄酱，但是它上面盐够了，我好咸死啊！100块，然后买了还送了贴纸，一个吧唧盲盒，好快乐。小郭的心愿。好了，我把它别下吧。欢迎大家来吃苦辣苏西，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苦辣苏西，它有300多个座位。我们是提前2周在苦辣苏西官方 App 上预约的，秒没那种。回转寿司店的面积取决于传送带，看着面积不大，可在这个赛道里已经是巨无霸了。除了面积，还有一个亮点是70国代表菜品的特别菜单。第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月饼，都是什么什么共和国的，这个东帝汶吧，鲜奶蛋挞，它叫咖啡塔，是埃塞俄比亚的。我刚刚悄悄点了一个智利的海胆配酸橙。哦，新加坡辣炒蟹，那我们点一个好吗？好的。它下面垫的是黄瓜碎和洋葱碎，上面铺了一层海胆。我就想问一下，好吃吗？吃个新鲜，还行吧。你这样子形容谁要吃这个食物呀？我给大家试一个。我吃不了，对不起啊。啊？就这样子啊？我们还是不要点国际美食了，就点苦辣苏西自己的食物吧。所有的食物加上紫苏就是美味，就是 double。啊？你再忍一忍吧。我刚准备吃。我就吃了就近的，不好意思啊。这个叫毛豆年糕。是个甜品，甜的，好吃的。毛豆年糕。哇，这个毛豆年糕超级好吃，赞！刚刚我要点那个北极贝，他不让我点了，说那个太忙了。Wing 是一个寿司吊环，但是是你喜欢的一种寿司，可能是圆边吧，也有可能是鱿鱼啊。尽管在国际区踩了雷，苦辣苏西的常规品还是水准在线的。下午时分是人最多的时候，稍有点知名度的场馆就大排长龙。那边进去。法国馆不是在那儿，是在这儿。在这儿排的啊？这也许不是我这辈子排的最长时间的队，但是是我这辈子排的最长的队。这是美国馆，这是法国馆，没有5分钟就排到门口了。所以里面是什么呢？好多 LV 的箱子，好多迪奥的装饰。法国馆只实现一件事情，炫富。对。作为日本文化中象征爱情的载体，红绳顺理成章就被最崇尚爱情的法国人给关联上了。法国馆的主题是爱的赞歌。法国馆所有展厅均由日法双方联手创作，法国出钱，日本出人。第一个展厅印香图书馆，85只 LV 行李箱围绕着罗丹的大教堂，场面壮观至极。不能拥有，但我可以摸一下。可以摸吗？可以摸。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 LV 的箱子。紧接着是96只白色行李箱制成的印香之球。迪奥代表性的白色洋装挂满整墙。这阵仗，这只和日本设计师共创的 Lady Dior 就显得有点不够看了。不是看不到静谧安放的圣米歇尔山和岩岛神社，是这绚烂的光影秀
很难让我移开目光。由阿尔萨斯和明月轩尼诗共同呈现。爱的赞歌，包、酒、高定齐齐上阵。我可不可以理解成，没错，爱情就是建立在金钱上的？法国的策展能力依然在线，品牌渗透是深了点儿，但沉淀了几百年的审美、艺术、哲思和想象力，哪个都没落下。且法国人要讲文化，以上这些和那些大牌都是绕不开的。大阪世博会会场占地面积约有217个足球场那么大，从东门走到西门大概要1.5公里。想尽量多的刷管，除了够 J， 还得有十足的脚力。我2个小时前脚底板就像这个炸鸡块一样喷火了，已经。车在哪儿呢？主办方贴心准备了接驳车。Thank you。一千烟畅坐，只是要看好行驶方向和停靠站点。这个车的话，你进来以后，在东门和西门分别有一个点，每1个小时进行一次抽签，你可以使用4个小时。但是这个车停的位置只能是在大屋根下面的这种位置，你只能停在这里。会场卖10元的地图只有日英2版，然后发现最好用的还是谷歌地图和我的11路。我被小郭安排过来排科威特馆。好了，我进来了。每个场馆的表现方式风格各异，像科威特这种把观众当孩子的国家馆不多见。与其让我看懂，不如让我玩进去。这里是一个生态知识小考场。光影将沙盘打造成沙漠绿洲，从中挖掘还能找到一些文物。穿过滑梯，抵达的是另一个游乐场。这个是要跳舞吗 ？Thank you so much。阿毛真是大写的艺人呐！躺在天河背部设计的沙垫上，欣赏着头顶的天幕，好像真的在沙漠里仰望星空。只有走了一天的人才能理解这一刻的含金量。它让阿毛暂时忘记了疲惫和随身物品。すいません、忘れ物、カメラ、忘れ物。忘れ物。はい。誰か忘れてませんか？忘れ物ありませんか？ OK。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Thank you so much。拜拜 ，Have a nice day， 拜拜。我又干了一个，又把我的 GoPro 丢在了场馆里，我出来以后发现不见了。我为什么永远逃不了这个魔咒？就是要丢一些东西在日本。为了多刷馆，阿毛和我有时会分头行动。除了冲馆的主线任务，他还完成了不少支线任务。干布，这应该是新加坡的限定。Gin Tonic， 它这杯酒就是非常甜，感觉就是从热带来的。这边吃了韩国馆对面的炸鸡，喝了一个啤酒，别人都在逛馆，我却是在喝。小郭不在，所以我就放肆的喝一下。和歌山 is very famous for its zipline。我就纳了闷了。这世博会咋有那么多可以喝酒的地方？入夜后，世博会场呈现的氛围和白天全然不同。我觉得我晚上像重新来了一次大阪世博会，晚上跟白天的风情完全不一样。我突然间感觉我自己又有精神了。那走吧，我们再去。我感觉我再去冲馆吧。
走2步泄气了。有些场馆的外观白天看还好，直到夜幕降临才算真正上线。西班牙以黑潮为主题，500多年前，西班牙人利用这股洋流开辟了从菲律宾往返新西班牙的航线。正是黑潮牵引出了西班牙与日本的渊源。此外，这里还展示着西班牙在深海探索和可持续海洋经济方面的发展。另一个展厅以太阳为灵感，简单直接地展现着西班牙人的热烈和阳光。在荷兰馆，参观者会领到一个发光球。荷兰有1/4的国土在海平面之下，和洪水打了几百年交道的荷兰人已经发展出先进的防洪系统和风能设施。如今，面对能源稀缺问题，荷兰人又把目光投向了水中。他们的场馆设计被定义为下一代太阳，象征着从水中提取清洁能源。每到一个章节都会触发一次球体颜色的变化。至于为什么要人手一球，可能看起来有种齐心协力办大事的感觉吧。要不就去新加坡馆吧。是什么材质啊？哦，是铁片，它只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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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这样叠加。写下你的梦想，然后它就可能到结束的时候就发射到上面。写完心愿后，请立刻打开相机，以免错过你的愿望上天，因为它真的稍纵即逝。阿毛也没能抓拍到，那么就请 AI 补一张吧。虽然沙特馆排队多，但它排得快啊。同样以外貌取胜的还有沙特馆，建筑很有特色，内容有点官方。带老人和小孩的游客可以在官方 APP 上查询是否有特别通道。都说澳大利亚馆展了个寂寞，转完它真用不了5分钟。走过丛林，站着看会儿片就完了。听说只是开了一部分，但其实这个叫追逐太阳的以海洋为主题的沉浸影片效果还不错。而且时间短点儿，不挺好的吗？不想排队的话，你就可以冲这些综合馆呢、CD 这种都不需要排队，直接进，可以看很多国家，也可以逛一下。场馆体验有高有低，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独立馆，但不管如何，也总比尚未迎客敬请期待强吧。尼泊尔馆到现在还是没有建成。大阪世博会吃玩逛买的项目挺多的，
如果时间充裕，完全可以当成一个大公园慢慢逛。每晚还有喷泉秀和无人机表演。东西门各有一排纪念品商店。看这架势，没人会从世博会空手而回。在紧凑的一天里，想尽览这个世界并不轻松。毕竟人一多，无论在哪儿体验多少都会打点折扣。除了几个 APP 频繁掉链子，其他方面都还好。世博会每日10万客流，官方预计整个暑期将迎来约2800万人次，所以想去的朋友们早点安排吧。我的脚没了。大阪世博会把小郭弄成什么样了？脚底板好痛。她可是一个跑过42公里马拉松的女人，我都没有见她这样过。今天我跟阿毛会做一个旅行挑战，彼此行程由对方来安排，会给对方几个锦囊。他给我安排的是京都，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去过宇治，那么就派一个人去看一下宇治除了抹茶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他一直以为他去的是宇治，但其实我没有给他安排宇治，我给他安排的是另外一个京都周边很值得去的一个城市。我不知道拆开锦囊的时候他会不会失望。第一个锦囊，他跟我说他会安排我去宇治。你今天的目的地不是宇治，信封里还有一张纸。你的目的地是